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蘑菇房。这个蘑菇房于12月8号建成，发了一个视频。那现在这个蘑菇房已经在正常运转了，里面已经有蘑菇。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自从上次视频之后，这个蘑菇房的一些更新，也就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吧，使它现在变成一个正常运转的蘑菇房。首先从外面说起。第一呢，就是给它铺了这么一条路，就是从房子里直接走到蘑菇房，这样子不用沾泥，也是方便于操作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铺了这么一条路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装了2个窗子，这样一南一北两边的窗子对流。在这个视频的末尾呢，我会把安装窗子的过程稍微展示一下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蘑菇房的底部给它装了一层铁丝网。我们来看近一点，就是这样的铁丝网。因为以前就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像这样的小房子底下是很容易招这种小动物，各种各样的小动物。你看最可怕的是蛇，躲在里面。老鼠也很可怕，它在里面生养繁殖，然后成为这个院子里祸害。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必须的。我是把整个这一圈都用这种铁丝网把它围上了。这是外面做的3件事情。现在我们看蘑菇房里面，这里面呢，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正如我上次说的，这个地上刷上了油漆，而且是刷了2层油漆。考虑就是这个蘑菇房里面，不管是灰尘也好，还是蘑菇灰、孢子灰，以后的清洗，就不像在室内那么麻烦。那我这里呢，到时候就是用水龙头，从房顶到这个蘑菇棚，都用水龙头一冲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是室内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刷上了油漆。那至于这个棚的这些支撑的，这个我倒没有刷，因为也是工作量太大。另外呢，我们这里空气本来还是蛮干燥的，一般来说，所以呢，而且特别是我的湿度是控制在一个蘑菇棚的范围内。我们现在来看看，这就是我的蘑菇棚。在蘑菇房里面又用了这么一个蘑菇棚。这就是把这个蘑菇生产呢，把它局限到这一个棚里面，而不是整个的蘑菇房了，不是一开始想着的整个的蘑菇房。那这个是2个考虑。第一呢，你是用不着，你没有那么多，不用产那么多蘑菇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打一个棚呢，是比较理想的。你不需要那么多蘑菇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还更主要的考虑是把这个湿气就把它控制在这个棚的里面，让它不要到外面。我们现在呢，到里面去看看这个，你看我这个湿度是设定的是85，现在已经降到80了。所以当它降到比我设定的湿度低5个百分点的时候，它就开始运作。那这一套东西呢，前面视频有介绍，这个就是一个增氧和增湿的这么一套东西。我们可以打开里面看一看。那这个蘑菇棚呢，高度是7尺，所以是可以走人上去的，可以走人进去的，方便人在里面操作。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得到很大的这种湿气，是吧？从这个管子，还有从这个上面的这个开口，对，从这个开口吹出来的这个水汽，然后使整个这个蘑菇棚达到一定的湿度。
这里面呢有一些菌包是已经有蘑菇在上面了，还有的呢是我刚刚放进来的一些菌包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设计思路的一个改变，就是原来把整个把这个蘑菇房当做一个生产空间，转变成一个在蘑菇房里面再放一个生产棚。所以两个考虑，第一就是把这个湿度只是控制在这个这个棚里面，那整个这个房子就没有被暴露在那么大的湿气里面了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还有一个更大的考虑就是，你也不用产那么多蘑菇，就光这个小棚里面产生的蘑菇都吃不完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，作为家庭种蘑菇来讲，你也不是为了种蘑菇卖。所以这是介绍了这么一个蘑菇棚，这是室内里面主要做的一个事情，就是给它装了一个蘑菇棚，然后在这里呢。在这边还有一点空间，我就放了一个小的棚子，这个棚子就是4×4，它的考虑就是在这个里面放一些，时不时放点桶装蘑菇在这里面，意思就是说桶装蘑菇很多时候是不要那么高湿度，相反呢，我是让它有更充分的这种氧气的接触，所以呢就时不时放到这个棚子里面照一下，这个好处就是，也是保证它的湿度了，但是也很方便。我需要接触氧气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盖子打开，就让它暴露，让这个蘑菇接触更多的氧气。那像晚上的时候你要睡觉了，你没有时间给这个桶子喷水，那你就很方便，把这个罩子一罩，里面喷一点水，一个晚上保湿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这是这个蘑菇房里面的主体的做法，空间还是刚好够用吧，刚好够用。那另外也就是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当然是给它牵了电线进来了，因为你这个不管是里面的照明啊，这些增湿啊、增氧啊、加热啊，这些东西都是要电的。那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，要不要给这个房间装空调？我现在的打算是不打算装空调，因为什么呢？还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你产那么多蘑菇干什么呢？不需要那么多蘑菇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现在我种蘑菇还是顺应这个自然的气候，没有打算给它降温，加温，冬天很可能给它加一点温。我现在这里面有个小的电暖器，有个小的电暖器，那这个功率有点不够，只能把蒸到一定的温度。假如说特别冷的天气，需要更强的这种加热器，我去买一个功率更大一点的，所以就没有打算再装空调了。好了，我想这是我这个蘑菇房现在进入运转，就是这么个状态。暂时间内我不会再对它做更多的改进了，这已经达到我的基本要求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